什么人？六皇子府岂容你擅闯？ 1号，是我的王，有新任务吗？你的损伤怎么样？已完全修复，可投入战斗。任务是将拆除祭灵台的4皇子抓回来。我的使命是执行王的任何指令。诸位将士，本想以此台来告慰诸位的在天之灵，怎奈皇命难违，今日就要将此台拆去。若是能再战沙场， 必为诸位报仇雪恨，以告慰诸位的在天之灵。石破惊天。 玉堂救我！沈峰大哥，听说了，桂良又出现了，这次更厉害，把4皇子都劫走了。听说盟约又被签订，听说都是冤魂闹的，劫走了4皇子。现在谁还敢拆那祭灵台呀？这大白天就有鬼狼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我的王，我听闻17号武器马上就恢复语言功能了。1号武器无能，请让我夺回17号武器。 我看你的伤还没有好，这件事情我会交给蜈蚣去处理。不，我的王，我的损坏已经修复，我完全可以执行您的指令。现在城内风声很紧，你只能单独去处理。请王放心，那些人完全不是我的对手。我明明研究未果，你为何四处说已经找到办法了？我猜对手听说沈峰大哥不日就会开口说话，肯定会很紧张。如果他们来灭口，就是自投罗网。市里就我们2个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万一他们来了，你一个人行吗？我已经布置了5道机关，第1道在这里。狼女翻墙进来之后，掉进院墙边的草里。 如果他躲过第1道机关，冲进院就会碰到人绳子，水桶的脱落会导致球的滚动，球的滚动会导致他触发第2道机关。箭如果没射中他，会射中柱子，触发飞黄石。就算他侥幸躲过这些，我们还有2道机关。被第4道机关撞出后，就会被第5道机关的网住。哈哈，这种万全之策，还怕抓不到他们吗？
沈大哥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书记错了，别走回来！沈大哥，哎呀，我天哪！怎么办呀？人抓到！林茶伞，鬼狼竟然捣毁了鸿胪寺，难道你还想让鬼狼闯入朕的皇宫不成？如此无能，留你何用？求皇上开恩，求皇上开恩呐！陛下息怒，臣以为眼下鬼狼一案迫在眉睫，严尚书对此案了解较深，还请陛下再加斟酌。鬼狼一案并非毫无进展，严大人已经擒获2个鬼狼，为首的狼女也在其中。哦，狼女身在何处？朕要亲自审问。皇上，白玉堂的确是擒获了狼女，不过他烧毁口信之后，他就带着狼女和沈峰不知所踪了。不，皇上，罪臣与白玉堂交好，罪臣一定会想到办法，快速与他们联络上的。如若不能破案，你就不用来见朕了。谢主隆恩。陛下，鸿胪寺是接待外邦使节的重要之地，如今终点塌陷，急需修缮呐。卓宁儿，修缮鸿胪寺。儿臣遵旨。大人，您要出去啊？办案。严大人，我这样都能认出来？对啊，特别明显，尤其是你穿了这身紧身衣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进去再说。严大人，我算准了你会来找我，但没算准你穿的这么显眼。不是，我这衣服显眼吗？我这是精心打扮过来找你的。哎，传话说抓到狼女了。哎呀，我的小白白呀，侬真是愚兄的救命恩人啊！抓到狼女，这个案子就算是破了啦。
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个狼女到目前为止一个字未读，我都怀疑她是不是哑巴。哑巴？那她会写字儿吗？唉，严大人不要气馁，还是有好消息的。什么好消息？我们从狼女手中得到了控制鬼狼的笛子。笛子好啊，笛子我会吹的啦。一人5岁就粗通音律，就会吹《姑苏行》。哎，走，吹笛子去。神狼女，哎，雨墨，这狼女漂亮吗？还可以，她身材好吗？也还可以。哦，哎，那她这个脾气好不好啊？我觉得都挺好的呀。哎，严大人，你先别进去啊！听我说呀。升堂，升堂，升堂。鸟为食我，所有的动物对食物都是有本能的呀。已经饿了整整3天了。本来再多饿它几天效果会更好，可是这皇上期限催得急呀，眼看就没时间了。走，瞅瞅去。哪儿来这么多鸡骨头啊？难道是？谁干的？慕容雨墨，你给我出来！慕容雨墨，你能不能不要乱搞啊？皇上现在催得那么急，四皇子又生死未卜。雨墨妇人之仁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可是小白，我跟你说，大人，快坐。小白，我查到了重要线索。从边关传回来的消息，当年沈峰粮草一役，本是我方将士大获全胜，可是消息传到枢密院，就变成了全体阵亡。大获全胜变全体阵亡，天壤之别。难道真的是枢密院梁月里动的手脚？他可是6皇子的人，位高权重，必须万无一失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去查他个水落石出。
素闻白少侠大名，今日能见，实在三生有幸。仁荣大人过誉了。不知此画，画的是何人？画中是我和我失踪多年的胞妹，叶格公主。哦，她的挂饰很特别呀。那条项链，是我帮前国师为民无忧，在他百日生辰时送给他的。不知白少侠今日到访，所为何事？哦，如今闹得沸沸扬扬的鬼狼一案，据我调查，与西域的傀儡术有关，而其中的一具鬼狼是我大哥沈峰，所以想向特使求证当年我大哥这支部队与贵方交战的情况。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凭我可以找到你的妹妹叶格公主，不日我就带她来见你。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此事为我帮的最高机密，像我嘴这么严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贵军和我军交战时，我军的屯粮大营却被一支神秘的部队摧毁了。激战1日1夜，1000名守军无一生还，现场竟找不到贵朝士兵的一具尸体。这等事情若是传出去，不但我西域军心动摇，我西域的脸也算是丢光了。我的王，那边的人传话让你抓紧时间，再不与西域开战，恐怕你就要人财两空了。你们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敢，我的王，两方再不交战，王囤了那么多货，恐怕就全部烂掉了。王这些年借了多少钱，做了什么事，我们心里都有数。就算我们不追究，西域那边的人也会杀了你的。吴公，你不过就是中间传话的一条狗，再拿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我不介意先送你去见阎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王了吧？开个玩笑，我们马上就会和西域开战。我这就去转告。是时候让你们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王。大人，您最近查案寝食难安，要多注意身体啊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啊。哎呀，这鬼狼一案啊，弄得京城里人心惶惶的。我听闻一件事儿，觉得有些蹊跷，不知……哎呀，算了算了，都是道听途说，道听途说。您忙您的，您忙您的。回来，但说无妨。哎，我有个同乡啊，在镖局干趟子手。上个月啊，他们接了趟镖，是将边关将士的灵位运回。按理说，棺木里啊只有灵位，没有尸体。但我同乡告诉我说，那个棺材很沉，而且啊，里面还有异味。哦。棺木在何处？在一庄。这。你们那边有发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边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丁大人，都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什么，但是迹象表明，这箱棺材应该不是一直关着的，估计鬼狼就藏在里面。我们来晚了。严大人，根据任荣的说法，梁月里确实有问题。梁月里何在？大人，我家老爷他自尽了。自尽？闪开！梁月里之死有些蹊跷啊。回皇上，据坊间传闻，梁月里之死乃是因为罪行败露，舍居保帅之举啊！一派胡言！父皇，梁月里虽是我的部下，但是儿臣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。六皇子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您就这么急着为自己辩护，臣的内心略感不安呐。父皇，要是四哥在就好了，哪能让您
如此担忧国事，也不知道是谁绑了他。肃静，不要吵了。六皇儿为国事操劳过度，就先休养一阵子吧。至于鸿胪寺修缮嘛，修缮一事，既然六哥不方便出面，那就由儿臣替父皇分忧吧。那就尽快完成。儿臣遵旨。何方贵客？刑部严查散。听声音不像，倒像是锦毛鼠的吱吱声。听说六皇子爱茶，今日特来讨上一杯。白少侠深夜前来，只为一杯茶吗？不如开门见山，梁月里是我的部下。有人认为梁月里的自杀是为了掩盖我的罪行，不知阁下怎么看？梁月里不是自杀。梁月里脖子上的伤痕与房梁上绳子粗细不同，且伤痕较平，而自杀的伤痕应该是后斜向上的。都说白玉堂聪明绝顶，果不其然。你现在又怀疑是我杀了梁月里，对吗？这茶是从梁月里府中找到的，不知六皇子作何解释？在勘察现场时，我发现了这碗茶。这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白衣胜雪，极品小龙团，有价无市。看看茶封，御赐六皇子。这是白衣胜雪，只有1颗茶树产。我父皇每年才不过5饼初代茶品，且父皇从未赏赐过其他人。我们几个皇子得到的也不过是1代茶品。白少侠不信，可到内务府验证。也就是说，除了皇上，没人能有此茶了。听闻每年茶农都会根据本年的收成多少私存一些，天价出售。我是茶道宗师陆天明的弟子，在茶道一途略有心得。梦而已，是我，没事的，不要害怕。你是做噩梦了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在你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是武器，我是主人的1号武器。武器？不，你不是武器。我是武器。你不是武器，你是人，女人。来，
别怕，别怕。你看，没事的，别怕。你看，我是人啊，漂亮的女人。镜子里的人就是你，多漂亮的女人啊！雨墨，本将仇报你这喂不熟的白眼狼！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他刚才差点咬死你啊！你误会了，我上山时被蛇咬了，他在帮我吸毒血。等一下，来，要坐着吃。他坏不，他是个好人，重情重义的好人。他只是误会了一些事情。想不到阁下的运气。我的身边，你才会发挥你的作用。来吧，来吧！一个武器的使命，就是要服从它的主人。我是1号，王的武器。唯有战斗吧，1号。是我的王。不要！去你的狗屁主人！我的王，你刚才见我竟然犹豫，是否听从主人的命令？
就应该报废。云墨，你什么时候搞了这么艘船啊？刚发明出来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还没有完工。什么叫还没有完工啊？你看。啊！雨墨，这个船怎么控制啊？老天保佑！啊！雨墨，最后我们会到哪里啊？从后山的悬崖直接进入险空湖。你说什么？悬崖？雨墨，我们不在这几日，你还干了些什么呀？来，我可是有重大发现。你先别说你的发现，我也有新发现，是关于你的好姐妹狼女的。她可不是什么狼女，她是西域失踪的叶格公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人荣的房间里，看见叶格公主的画像里的项链和她的一样。你的新发现是什么呀？我查到了控制鬼狼的技法。你看，这里有根很细的骨针，就是这根骨针将神阙、膻中、大椎、天灵穴全部封住，通过笛声产生的音律控制鬼狼。那赶紧拔出来呀！使不得，这骨针拔出来，沈大哥确实能立刻就清醒，但是血液将会逆流，半个时辰便会七窍流血而亡。那沈大哥是不是再也不能醒过来了？你醒过来了，太好了！还魂笛，我的王，虽然您除掉了吴宫两位里，震慑了西域和咱们这边大财主，但那只是表面现象。如果时间拖得太久，会对咱们不利的。不会，我已经安排好了最后一步，到时候
不仅可以满足他们想发战争财的要求，说不定我还能顺便当个皇帝玩玩。你这个音律测试仪管用吗？当然了。沈大哥，沈大哥，沈大哥！原来这就是让鬼狼还魂的音律。沈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没想到我沈芳还能再见到你。沈大哥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，让你变成了这样？1年前，我们接到兵部梁月丽的密令，偷袭西域粮仓。任务完成后，大家晚饭的时候被下了药，全体被俘。我们被关在一处秘密场所，长达3个多月。我身边总有人被带走，直到有一天，别挣扎了，你马上就是王的第17号武器。嘿。这就是我最后的记忆。哎，那沈大哥，你认识他吗？想起来了，她就是我们隔壁牢房的女孩。隔壁的女孩？听老头说，这女孩已经被关了好几年。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，虽然年幼，但是性情刚烈。他们隔几日就放一只饿狼到小女孩的牢房里。小女孩为了存活下去，不得不比饿狼还要凶悍，所以慢慢的，她也越来越像一只狼了。小叶哥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小叶哥，沈大哥，沈大哥，沈大哥！我是叶哥，你想起来了？我是叶哥，哦，我是。人荣特使，我答应给你找的人，给你带来了。托白少侠之福，已找到我阿妹，在下心愿已了。此次前来是为了尽快与贵朝签约，我们永享太平。和平盟约的签署，一直是本王最大的心愿。只是之前的和谈总遇鬼狼破坏，现此案并未破获，鬼狼藏匿何处也尚未查明。如再出意外，恐将特使您置身险地啊！
无论前方有多少险阻，我将无所畏惧。我将着严查伞，做好防御措施。那和平盟约的签署，就定在明日。好，这位客官，您里边请。请。哎，白少侠，马四儿，你也在呢。我朋友请客，一起喝一杯。来，多吃点啊。确实。白少侠，请坐。来，坐。酒菜挺丰盛。这不，马老爷介绍说修缮红炉寺缺人手，于是带着兄弟们挣点零花钱。零花钱？你这个眼力不老实啊！干什么这么赚钱啊？哎呀，就是把渣土运出去。哎呀，这一桌子菜可没少运呢。快点啊！快点，后边的，快点，把货搬过去！快点！你往那边去，往那边。对，抓紧了，快点！白少侠，我先去干活了，你自己小心些。知道。工期不长了。哎，快点！走，快点！你俩跟上。哎，小伙子，赶紧干活，别东张西望。好嘞，被兵爷发现了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好，哎，大哥，啊，咱们这个工程快完工了吧？你问这干嘛？想老了吧？啊，是，快了，明天便是和西域签约之日啊！耽误工期是死罪。不敢。大哥，咱们负责修缮的是坍塌的中殿，为何把前殿和后殿都围起来？按说啊，梁柱加固不需要太多材料哦，而这几个晚上都有大车往店里运箱子。和你说这些是看你小伙子年轻，提醒你千万别去中殿做顺手牵羊的事儿。昨晚就有人误入那里。哎呦，知道了，谢谢大哥。你赶紧干活啊！好嘞，干活。你也快点，磨洋工是吧？负责修缮红炉寺很辛苦吧？嗨，之前六哥修的差不多了，我呀，就是简单的帮着收个尾。殿下，我可以肯定，你四哥还在人世啊，因为对手还没用到他处心积虑获得的猎物。那白少侠觉得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？当下，梁月离死了，六皇子失势了，你说谁的受益最大？谁啊？如果这时候你四哥刚好回来了呢？你不是说我四哥吧？人是会变的，尤其在面对巨大诱惑的时候。白玉堂，我四哥这么信任你，你却想诬陷他，我和你割袍断义。殿下，你长大了，负责修缮红炉寺，压力一大，脾气也上来了。一派胡言，这里不再欢迎你。送告。什么人？去看看。
白少侠，你不该来这儿。不该来啊？那不好意思，我走了。慢着，就这么走了，若是传出去，会被人说我不懂待客之道啊。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喝杯茶吧。既然要喝茶，为何不摘下你的面具呢？贤弟，好久不见。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？修缮大殿哪会有这么多渣土？那时我就断定地底下肯定有个秘密。你倒是聪明。四皇子被抓，既没有被杀，也没有提出释放的条件，这让我有些奇怪。而梁月里被杀，让六皇子无辜受到牵连，最终受益的居然是你。我与六弟争处之事，早已不是秘密。鬼王沏的一手好茶，雨墨从宗学档案里查到，你的宗学老师也是茶道大家陆天明。陆前辈告诉雨墨，六皇子的茶道手艺在他的弟子里面只排名第2。贤弟，你我本惺惺相惜，倘若你助我攻打西域，事成之后，我定安全送你离开。玉堂谢七皇子不杀之恩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我叫你七皇子殿下，陆天明最得意的弟子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大家的重点一直在4、6皇子之间摇摆。我见过鬼王，他使用的丝线和梁月里脖子上的纹理是相同的，所以我断定梁月里是被鬼王亲手杀害的。而且6皇子的身高体态与鬼王完全不同，查也不对，这便让我不再怀疑6皇子。高，实在是高，不愧是白玉堂白少侠呀。接着我听雨墨说，陆天明最得意的门生居然是7皇子。当你抓住我衣领的时候，我又注意到你的虎口很硬，应该是长期修炼软筋丝线所造成的。而且你主动提出修缮鸿胪寺，这又与你的性格大相径庭。你否定了6皇子，为什么不怀疑4哥呢？殿下，你比你4哥高出了1寸。不可能啊，我们俩的身高体态完全一样。今年除夕刚刚比过。你青春年少，没发现你长个了吗？佩服，佩服。不过你既然知道是我，还前来送死吗？因为我要救出我的好兄弟4皇子，并且阻止你破坏明天和谈的计划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满足你的部分心愿。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押上来。是。老七，你又想干什么？4皇子，终于见到你了。贤弟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我想有我陪着你共赴黄泉，路上也不会那么孤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白少侠，果然够义气。想死啊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明天还需要2位哥哥帮我完成大业呢。老七。今日，你我2人终于步入使命，在此签下和平盟约。愿你我2方永世修好。永世修好，福泽万代；永世修好，福泽万代。好，月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是他杀死了我的母亲。
我的性命，为先国师为民无忧，学了他的傀儡术，还将他杀害。别动！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儿。明天不明就里的西域就会和我朝开战。来人，拿下！你孤掌难鸣，束手就擒吧！没想到你们竟然破解了我的音律，七弟，我们早有准备，束手就擒吧。还我你！只要针拔出来，便能立刻清醒，血液将会逆流，半个时辰便会七窍流血而亡。不要！你不要拔出来，千万不要拔出来！大丈夫与其浑浑噩噩一生，不
如做半个时辰的大英雄。不还我恶生，做半个时辰的大英雄也值了。大会与其浑浑噩噩一世，不如做半个时辰的英雄。我必要你命！老七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醒悟吗？你堂堂一个皇子，没有必要再为两边的利益集团卖命了。七皇子，难道就为了几个人的私欲，就要置天下百姓安危于不顾了吗？我囤积了那么多粮食跟军械，如果不打仗，会赔得血本无归的。老七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父皇那边我帮你去求情，你欠的钱，哥想办法帮你还。四哥，你说还就还得上。你知道我出身卑微，他们所有人都嘲笑我，欺负我恨呐！所以我要让他们跪在我面前。七皇子，你太偏激了。偏激？就算父皇能饶过我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。听哥哥的话，收手吧，啊！
佩服你，能选择轰轰烈烈的去死。如果让我在死和毫无尊严的活之间选择，我也会跟你们一样。两位哥哥，你们的好，我下辈子还给你们。老七，秦皇子。你醒了，来，我竟然没死。于堂，沈峰大哥，四皇子，你们怎么都还活着？这全要靠雨墨姑娘啊！雨墨，你的研究成功了。那是自然，不然你还有命在这里跟我聊天吗？与贵朝签约一事已完成，各位保重，告辞。保重。等一下，白玉堂，要不跟我一起回西域，做我的驸马吧？啊？这点小事不足挂齿，就不用以身相许了吧？那你们不许忘记我。